没有西方军援的俄罗斯导弹为什么打不完？梅德韦杰夫最新表态呢，说出了真相：北约破防，中计的不是普京，而是拜登。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俄乌冲突当中，北约各国对乌克兰的军援举动几乎可以说是贯穿了冲突的整个过程当中，但结果却是得到了重军军援的乌克兰。在战场上的表现却不是很尽如人意啊。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产生了一个更大的疑惑：为何没有西方军援的俄罗斯给外界一种导弹却用不完的感觉？梅德韦杰夫的最新表态似乎很好地回答了这一个问题。其表示呢，俄罗斯不仅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提高了武器产量，还有一个关键的军事动作，也就是对缴获的武器进行检查。这一步骤有什么意义呢？梅德韦杰夫进一步的解释俄军会对战利品进行检查，并拆卸很小的部分。在这个过程当中，俄军既可以收获经验，同时呢，又可以将发现的优势发展成自己的对抗优势。可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俄罗斯是一举多得。当然，要想顺利的缴获大批的武器装备，那么乌克兰和北约也是功不可没的。表面上，乌克兰接受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并可以借此在战场上大打出手，但实际情况呢，却远非如此。首先，西方援乌武器相当于是一个大杂烩，每个国家呢提供的武器装备都不尽相同，而面对如此庞大的武器库，乌克兰短时间内根本没办法发挥出这些武器的应有效力。因为基础兵器使用需要长时间的训练，而缺乏体系训练或者是想要速成，效果呢一定会大打折扣。所以乌克兰军队没有时间熟悉武器装备，武器被大量缴获也很正常。而对此，美国最有发言权。美媒指出呢，由于缺乏技术指导，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标枪反坦克导弹未得到有效的使用。类似的例子在俄乌战场上恐怕也是比比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些在战场上无法发挥出应有效力的武器，最终的下场只有两个：要么被摧毁，要么被俄军缴获。而回过头来再来看北约的军援，就显得可笑无比。美国本以为挑动其他国家持续对乌军援就能拖垮俄罗斯，但实际想来呢，持续对乌军援拖垮的可能先是北约。有媒体指出，乌克兰每天发射约5000发炮弹来对抗俄军，如此大的消耗速度，对北约而言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就像西方人士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消耗速度。按照这个趋势，总有一天北约的弹药呢就会捉襟见肘。而从实际战场情况来看，中了消耗战的不是普京，而是拜登，或者是一众的西方国家。北约再这么打下去呢，总有一天会拖垮自己，而乌克兰持续对抗就在加速其的灭亡。一旦北约撑不下去，乌克兰瞬间就成了弃子。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